这次独旅最后一站来到令人期待的 Barcelona， 来到西班牙怎么可能会错过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呢？在这边除了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之外，还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建筑作品。接下来跟着我一起探索下去吧。首先说到 Barcelona， 最著名的就是高第所设计与建造的建筑物们，其中又以圣家堂为主。在建造圣家堂之前 ，Barcelona 的历史和文化就已经非常的丰富了。但在这座城市并没有一个专门为耶稣基督建造的大型宗教建筑，因此在19世纪末，随着 Barcelona 的快速发展以及天主教信教的兴盛，当地教会决定建造一个宏伟的教堂来象征耶稣基督或基督教信仰在城市中的重要地位。其实最初的设计是由另外一个建筑师所负责的，但在1882年开始动工的时候，因为财务上的问题还有设计上的分歧，他在1年后辞去了这个职位。后来这个重大的项目交由当时年轻的 Antoni Gaudí 手上负责。那高第负责之后，他彻底的改变原本的设计，转而采用他独特的建筑风格，融合了自然、宗教和创新的建构理念。高第从1883年接手工程后，工作了持续超过40年，直到他1926年意外去世时，圣家堂只完成了约1/4左右。不过高第留下来的设计图纸还有构想，让后来的建筑师们能够依据他的理念建造这座教堂。不过因为设计真的太复杂了，因此到今天都尚未完工。原本预计在2026年完工，这个日期是来纪念 Antoni Gaudí 的逝世100周年。然而因为疫情的影响，工期有所延误，所以实际完工的日期可能会推迟。走进圣家堂内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达45米的天花板，整体设计如同树林一般，支撑起天花板的柱子就像是树干一样向上延伸分叉，仿佛支撑了一片天幕。这些柱子除了是增加美感之外，还运用了高第独特的工程技术来分散建筑物的重量，使整个教堂内部更加稳固。再来一定要提到的就是彩绘玻璃窗，从早到晚的阳光随着角度的变化投射出来的光影也随之变化，早晨是柔和的蓝绿色，到了午后就会变成温暖的橘红色。所以如果要拍照的话，可以计算一下时间，你喜欢的颜色色系来到圣家堂。参观完圣家堂之后，千万不要错过旁边的博物馆，在这里展现了整个教堂的设计理念、建造过程，还有高第的生平与创作背景。博物馆里面还特别展出了高第在设计圣家堂时，如何运用自然界的元素作为创作灵感。他模仿了树木、山脉、洞穴等等的形态，设计了圣家堂的柱子还有外墙，让整个建筑物与自然融合一体。在博物馆中，你也可以看到许多高第亲手制作的石膏模型，这些模型展示了他对各种建筑物细节的精雕细琢，如同彩绘玻璃的几何图案、立面雕刻，还有尖塔的设计思路。结束早上参观之后，必须要一顿丰盛的午餐把体力给补回来。西班牙除了有名的炖饭跟 tapas 之外， Barcelona 的 T-bone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经典菜色。Barcelona 餐厅经常会有炭火来烤制这道牛排，让外层带有一层酥脆的焦香，而内部依旧保持多汁的状态。例如撒上粗盐，最大限度地展现牛肉的鲜美原味。Park Güell 奎尔公园也是 Barcelona 最具代表性的其中一个景点。19世纪末期 Barcelona 正在经历城市的扩张，富商奎尔想要建造一个世外桃源般的住宅区，不仅能让富人远离城市的喧嚣，还能与大自然共存。他邀请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高第来实现这个梦想，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因为地理位置太偏僻了，对富人来说并不具吸引力。最终这个建案只完成了部分，并在1926年转变成了一个城市公园，并对外开放。
走进奎尔公园，会发现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高地的艺术风格。这里最有名的部分就是摆柱廊，当初设计是为了市场所使用，柱子上方是可以眺望这个 Barcelona 的露台。公园内波浪形的长椅让人感觉像是坐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由于 Barcelona 偶尔会有降雨，椅子上设计了一些小洞，为了是让雨水可以顺利排出，避免在椅子上积水。身为帕埃亚的狂热分子，怎么可能整趟旅行都没有吃到西班牙海鲜炖饭料理呢？虽然这次没有能去到帕埃亚的发源地 Valencia， 但是在海港区吃到这一家从1995年开业的餐厅也是不错的。帕埃亚以米饭为主，海鲜香料高汤烹饪而成。这道菜除了有我最爱的锅巴以外，还有各种海鲜，让我这个对食物常常有选择障碍的人，可以一次满足对虾子、蛤蜊、墨鱼等等的需求。第二天的行程以感恩大道还有旅拍为主。昨天因为跟团走，所以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自由行的拍照。今天一定要把各个地方给拍爆。感恩大道是 Barcelona 最繁华也最具代表性的街道之一，不仅是购物还有餐厅的天堂之外，还因为它优秀的建筑为闻名，包括了高地的2个建筑作品米拉之家和巴特罗之家。除此之外，感恩大道上的地砖也是值得一提的部分，它是由高地设计的6边形砖块，表面雕刻着海洋生物的浮雕图案，象征它对大自然的热爱之外，它其实还有防滑的功能。米拉之家纪念品店还可以买到相关的周边哦。最后可以看到大道两旁的铁艺长椅也是非常的特别，这些长椅结合了实用与艺术，铁艺的流线造型和舒适的坐背，为行人提供了休息的空间之外，也成为这条大道上的独特风景线。这次旅拍想要拍到圣家堂和米拉之家，所以特别预约了下午时段。这个时间线呢，通常光线都是比较柔和和温暖一点，避免了中午时段的强烈直射阳光所造成的阴影和过曝问题。网络上有各种圣家堂拍照机位推荐，我自己呢喜欢近照的建筑物，所以都选在教堂的周边。不过话说，不知道我会不会是第一个推荐这个星巴克拍照机位的，嘿嘿。因为第一天经过的时候，发现这个角度超级不错，而且基本上没有人在这里取景拍照。第二个机位我超级推荐，它就是圣家堂前面的小湖泊。这边呢，因为有湖泊挡在中间，所以说根本在你的照片中看不到有任何路人的背景，整个会是你主体，然后背景是有圣家堂的一个状态。不过我这里有一点失策，就是说下午的光线整个大逆光，所以大家要来的话，可以建议就是早上的时候拍摄会比较清楚的轮廓，要不然下午真的是超级难修图，我真的图救不起来。不过我还是很满意这次的拍照，因为整个照片就是因为光影的关系，让我好像就是捧着一个太阳，或者我脸上发光，那种被神祝福的感觉。在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我真的把过去30年的尺度都在今天用完了，大概就是365双眼睛盯着我在圣家堂前面旋转跳跃拍照。然后我觉得很好笑是，大家好像很满意这个摆拍的感觉，所以说当我拍摄完之后，马上就有人到上面，然后继续做旋转跳跃，所以蛮有成就感。第二个想要拍的就是米拉之家，想说来个 Jenny 同款的胡椒盐巴屋顶，没想到当天很突然的到那边之后，才被告知说晚上被包场，不能进去。拜托一下，网络上可以写吗？我当初找的时候，前一天跟当天找都是可以进去的啊，害我如此的错过一个拍照的好机会，只能说这次就留点遗珠，下次再来吧。不过想要拍照的人可以买早场票，8点就可以进去拍了，可以更少人流量，然后还可以光线很好的时候拍照哦。虽然没有办法进去米拉之家参观，不过纪念品专区还是有对外开放，跟圣家堂不一样，这边是不需要门票就可以直接进去购
物，冰箱贴跟书签超级欠买，有种直接把圣家堂彩绘光影打包回家的感觉，一个均价差不多10欧元。我一定要分享这一件事情，我会称它为整场旅行的大 highlight， 因为以前去欧洲或是现在去欧洲，你能想象大家跟你告诫的事情，一定就是你要保护好周边的钱财。没想到我在离开圣家堂之前，就是我包包上面的小挂件、小皮件，它就掉了。然后里面其实没有很贵重，不过它是品牌的。然后我回来网络上看一下，它其实快要400块美金，所以如果有人拿着，好像也不意外。但是那个人居然追上来要还给我，我跟摄影师当下原本以为他是要来抢我们东西的，没想到他人超好，把东西还给我。真的，大家要秉持人性本善这件事情，其实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人的。独旅最后的几天，我的目标就是好好的享用 tapas 跟 sangria， 我最爱的料理之一。虽然我好像有很多喜欢的料理，但他们绝对是排名在前几名，没错。他们是西班牙小吃的总称，在以前西班牙的酒吧和小酒馆会给客人提供一片面包或火腿，放在酒杯上作为盖子，以防苍蝇或者是灰尘掉入酒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简单的小吃渐渐变成各种丰富的美味料理。很好吃的，是个榛果味巧克力的糕点，它的底部是干的，但不会太干。最后1天半主要就是以买为主的行程。第一站就先去咖啡厅探店，这一家是 Lot Rooster， 它主要是以自己烘焙咖啡豆为主，整个甜点很优秀不会过甜过腻，它整个掌控的刚刚好。小可惜的是这一家的存货太少了，可能真的是很有名的店吧，所以里面的咖啡豆完全不剩，没有办法买回家，所以只好前往第2家探店咯。第2家获奖无数的咖啡厅也是非常令人期待呢。Noma 咖啡的选项众多，品质优良，更曾是世界上排名第7名的咖啡烘焙馆。此外，他们还是一家注重社会责任的良心企业，特别关注在可持续发展、社会参与以及性别正义等等，让顾客不仅能享受到美味咖啡的同时，还能参与到推动更美好的社会过程中。Noma 的选址也是特别的优秀，它就选在这么可爱的小巷弄里面，两旁都有很多独立的店家。那我在这里开发到一间网红的西班牙衣服店。除了室内装修服装风格是我喜欢的之外，衣服也是手工制作，在店内你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平台。我现在其实应该是要去那个叫什么圣家堂买那个纪念品，因为我上次来不及，可是误打误撞就经过了这里一个巴塞隆纳的凯旋门，刚刚稍微做了一下功课，然后发现它是1888，对，3个8，为了世博会所建立的。然后这里就很多人，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拍古老照片的一个机器。根据这次旅行的经验，发现西班牙各大景点都会有摄影师扛着复古相机帮旅人拍照，像是西班牙大教堂、圣家堂，还有这个凯旋门都是。那一张照片是10欧元，并且只能用现金支付。相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这次的复古照片是以极具工匠精神的艺术技巧湿版摄影完成，从构图、测光到浸泡、冲洗和晾干，每一步都充满着手工的精密操作。这套过程与今天数据化、快速的拍摄方式形成了强烈对比。在西班牙、葡萄牙文艺之旅的最后，能用这种复古风格的方式来收尾，让这趟旅程添加了不少浪漫情怀。天哪，我要大声尖叫！这间餐厅真的太好吃了吧，直接荣登本次旅行的第1名。网络上的评价其实还是可以相信的。原本觉得超级可惜预约不到，没想到 walk in 居然有吧台的位置可以坐。这次点的都是 tapas 经典料理，烤章鱼、油葱虾还有 sangria。它的烤章鱼上面那一层绿色蔬菜我觉得很清爽，搭配整个泥啊还有章鱼都蛮爽口的。油葱虾必点，我觉得蛮适合华人的胃。
然后最后 Sangria 的话，就是我觉得第一家上一家比较好喝，不过他们家的价钱大概就是落在10欧到15欧一道菜左右，当然牛排啊、鹅肝就会比较贵一点。饭店外面这间餐厅每天都在排队，真的让人很好奇它到底多好吃。再加上晚上其实也没有太多餐厅开门了，所以我今天就决定来当宵夜吃它好了。没想到进去才发现它居然是跟昨天那间 Tapas 店同一个体系。那我就要再来一份鹅肝还有 Sangria。鹅肝真的是很意外我会想要再尝试的东西，因为我这个人是不吃内脏，但它处理得很好，不会有腥味。Sangria 也是我身为 Sangria 老手觉得很好喝的 Sangria， 所以必点。都来到肉跟 cheese 的天堂了，怎么可能不把握机会大吃特吃？尤其原本是在山城地区的一般超商，到现在 Barcelona 都市地区的百货公司，选项品种多，超级多的。重点还找到我的目标，100%伊比利火腿肉。西班牙国家评级标准主要是针对猪的饲养方式、品种还有饮食进行分类。黑标等级代表100%纯种伊比利猪，食用橡树籽，并且自然放养。果然经过放养，吃过不同的植物、花草，还有橡树籽的猪就是不一样。肉片中玫瑰红泛着一些白色的油花，每一片都超级油亮，在嘴里越嚼越香，并且散发出脂肪的香味，然后搭配上 cheese 还有红酒，整个是超级罪恶的宵夜呀。旅行的最后退税不能少，在 Barcelona 的话，现在是规定起飞前3个小时才能开始退税。在机场的话，可以直接前往 T1 退税处，往300号柜台后侧扫退税条码，然后完成之后到前方填写资料。那我选择的是信用卡退税，填完之后可以直接投进去黄色的小油桶里面。那过几个礼拜之后，记得要到信用卡上面看看有没有退税成功。总共3集的西班牙葡萄牙独旅日记终于剪完了，整个剪辑的过程中带我如同回到当下的感觉。下一集是这10几天的 hotel 介绍，敬请期待吧。